你这种闻衣服啊、查东西这个状态维持了多久？从夏天开始的7月份，然后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晚上什么时候回来吃饭呢？他很爽快的跟我说不回家吃饭了。然后我就正常的就是回到家里面，我发现就是家里和早上出门的时候不一样，窗帘走的时候是拉开的，但是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它是合上的，然后那个大衣柜的门也是虚掩的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，然后我就马上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中午回家换了一套衣服，大白天的你回家换什么衣服呀？那次是啥呢？我去打保龄球了。我有一个同学他离婚了，离婚之后心情不太好，说你出来唠一唠。我说那好啊，我说那出来再叫几个别的同学一块打打保龄球，边玩边说。我就匆忙回家换了衣服。那人家说要聊聊天解解压，你就主动说去运动去打保龄球。我每天的压力也非常大，你怎么没说带我去打保龄球给我解解压呢？这个同学是男同学女同学？女同学。人家刚刚离婚了，他就去关心人家，然后还关心人家的女儿，贴心贴肺的。大热天的挺热的，我中午回到家里边，我就打开冰箱，我非常高兴，里边有一整箱就我爱吃的冰激凌。等晚上回家的时候，我发现一整箱冰激凌30多根不翼而飞了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这个事儿是咋的呢？我同学他忙，他把孩子送到寄宿学校，那学校是封闭的，吃东西很不方便。他有一次跟我说：“你方便送一下？”我说：“没问题。”我说：“我开车顺便给送一下。”其实他也常吃，你说跟小孩你还计较个冰棍儿？我不是说跟孩子计较，我计较的是这是谁的孩子。然后晚上的时候，我查他手机，我发现一条微信，就是那个小女孩发过来的，说谢谢叔叔的冰激凌。我听到这玩意儿特别难受，心里边特别不舒服。没什么，他又没说谢谢爸爸的冰激凌，你问这没什么的呀。最可气的啥呢？他现在到什么程度了？他把那个原来非常稳定的工作给辞了，24小时看着我。以前打电话吧，不接就不接了，现在必须得2遍就接。你说我有时候开车，他怎么能马上就接？在单位呢，必须得用单位的电话给我回，就很不信任，是吧？在这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，因为我这个资料上不是很清楚，说您今年40岁是吧？以前结过婚吗？还是一直单身？以前有过一段婚史。那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？有一次我去我朋友那儿办事儿，无意当中就发现他了。我感觉他跟他周围的女同事吧有点不一样啊，挺有气质的，所以在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印象。后来我朋友说：“你现在单身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吧。”我说：“行。”介绍见面的时候发现是他，在我心中有一点暗自的窃喜，缘分哈。实际上我们在就是认识之前，我也有一段伤心的过往啊。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在我就是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工作了不久呢，我就特别喜欢我的那个上司，就是我们的销售经理，他就也是各方面非常照顾。时间久了，我心里边就产生了一种暗恋，因为他当时已经是成家了。然后我这个人吧，就是对待感情也比较偏执，就把这份喜欢一直深深的埋在心里边。然后就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好多年，就是因为有他的存在吧，就是我的感情始终就不能步入正轨，就是别人给我安排相亲呢，或周围有适合的男孩，我都没有办法开始。好痛苦。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但是他的妻子呢，也就特别介意我的存在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就辞了那份工作，然后跟他切断了所有联系。但是就直到1年前吧，我就是通过他妹妹，知道就是说他已经患癌症去世了。就是从他生病到最后离开都没有跟我说一声，然后我就特别的痛苦，然后我就到他的墓前看了看他，大哭了一场，然后回来我就病了，然后就是1个多月就是没怎么吃饭，然后就迅速消瘦了10多斤。然后我现在就大彻大悟了，就是在认识他之前，为什么能接受别人给我就是介绍他，我就觉得我应该找一份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的感情，找一个靠谱的男人跟我就相持相扶走完一生。对，所以别人介绍他的时候，大家也看到了，他就是让人特别踏实。相处了几个月，就是平平稳稳的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商量结婚定日子这个事儿了，因为年龄也都不小了。结果就是没多久我就发现了这个事儿。所以他这个经历再一次的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招惹已婚的人，不管你是暗恋还是明恋，那是一条不归路，很痛苦的，对吧？对，非常痛苦。等于刚从那一段暗恋当中走出来，就碰到了这个拯救你的男人。对，没想到这个男人还有一些花花肠子哈。对，我现在就发现那女同学貌似10年前的我就觉得这种状态就是太危险了，这太让我不安了。所以说我发现了，我要及时制止，我要挽救我的感情。其实你完全是独立，没有那么复杂。怎么不复杂呀？你就说上月3号你那个鞋上的泥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看鞋上的泥呢？
你不说我还想说呢，他现在变成越狱侦探了啊！我回家之后，我脱鞋吧，不大一会儿我发现我鞋都给动了，我看他在那看呢，看我鞋有没有泥啊？他有泥吧？因为是这样的，我已经经过排查了，就是他那个女同学小区里边还排查啊？你接着说，哎呀。这姑娘，你看你都是被他逼的，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个女同学她家里边就小区里边挖水管子呢，所以说她那几天只要是说她鞋上沾泥了，我肯定就是那个。你怎么知道她女同学家在成熟大了？啊，难免得有泥。我办事这些你不要诡辩，我已经排查的清清楚楚了。除了工作，我就是干这个，我就想挽救我的感情。走到我都跳着走啊！我同事问你这啥意思啊？我也不好意思说呀。你说现在给我整的，我为了保护这清白，我都要变成这个神经病了。有一次晚上起来特恐怖，我醒了之后床双边人没了，完了一看那屋里去跟电脑屏幕亮，晃个大白脸，我一看这是干啥呢？他在看我的 QQ 空间。我这样是神经质的状态，不都是被你逼的吗？那微博都看了一遍。那我不看，我能知道你们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吗？他们俩到什么程度了？他那个女同学在他的微博里写，特别想找一双依靠的肩膀，但是现在很多肩膀已经是别人的肩膀了。那不是说你的肩膀，说谁的肩膀？这没写我名。这么联想啊？那空间是自由的。这段时间就你跟他接触最多，他就是说你呢，不可能说别人。还有他现在多个毛病，我回家脱衣服之后，他闻我衣服，看有没有长头发，有没有唇膏印儿。你说我那么幼稚吗？有那痕迹我能带家了？看来你是销赃匿迹才回去的啊，这更要小心了啊！根本就那我闻闻怎么了？我闻咱家洗衣液的味道是固定的，我就想知道你身上有没有他的香水味儿。你闻出来有他的香水味吗？他不带香水。这么隐私的事儿你都知道，还有什么隐私的事儿是你不知道的呢？不是，你就是靠这些自己的想象吗？你有抓到什么确实的证据吗？我觉得如果真的爱我，跟那位女同学你就保持距离吧，因为我这么介意。然后我几次三番的劝他，无休止的争吵，他都不听。以前发现是我的电话，马上接起来，现在就是一声两个、五声六声的不接，那就身边不方便呗。我打的电话特别不合时宜呗。有些时候不能接，你那个路过叫有警察的时候不能接电话开车啊？咋接？你没警察的时候也不能接，违反交规啊。我再列举一个特别能说明问题，就是有一天早上吧，跟我说就是开车送客户去机场，大早上搅得我都没睡好觉，我早就把电脑打开，这一打电脑不要紧，嚯，他那个女同学1分钟之前刚更新的微博，说什么大冷天的还得送那个孩子回老家，幸好有他相送。感恩，然后那个微博配图就是他那车啊，这个怎么解释啊？这个我同学他工作压力大，他跟我也是这么说，但是我非常不相信。但是他走的特早，他说你那个车怎么打呀？得多少钱？我说我送你吧。行李很多，还有孩子，这个事儿不能告诉你，这告诉你就坏了。为什么坏了？这个场合你去不太恰当。我很高兴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其实我做一个好事，你去万一心里就不是你带他去不就完了吗？这事儿也没太早了，还不到6点你去干嘛？我一个人累就行了。你助人为乐，我很乐意和你一起助人为乐，我觉得这场面很和谐，我不会不同意的。还有吗？没了吧？还有一个事儿，他把人家那个面包店给砸了。这个事儿叫我非常不合理。这事儿是这样的，就是说他把家里的钱偷偷的取出来，去帮他的这个女同学去开这个店。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，我是坚决不同意的。但他在这种我坚决反对的情况下，还积极主动的把钱取出来，然后巴巴的给人家送过去了。大家说我心里边能好受吗？那你凭什么砸人家的店呢？砸店这个行为吧，确实是我错了。但是说有钱赢，我当时真的特别生气，我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。是怎么样的呢？他把钱拿给人，我肯定要有微词，我肯定要说，因为这事儿吵。我刚说了2句就搬到公司去住了，就是说2天打电话不接，发短信也不回，网络也联系不上。在此期间，我看他那个女同学的微博还不停的刷新晒幸福，在忙忙活活的装修啊，然后搬家呀，然后其中不断有他的身影出现配图里边，我气得我简直就不行了。但是我气了，你可以走啊，你干嘛把自己折磨成一侦探呢？我的目的也是说，跟今天来爱情保卫战的目的是一样的。我们到这个年龄了，也比较珍惜感，就不想随便的开始和结束。但是我受不了他对另外一个女人暧昧不清，这根本不行。既然他那么在意你跟那个女同学的关系，你干嘛还那么腻腻糊糊的？其实我的爱情和外面事我是分得清的啊。有那个我从小就长在那个城市，朋友了、同学了，圈很大，该需要我就帮。确实没有对那个女生有感觉，对吧？没有。如果为了她让你跟那个女同学不要再合伙了，不要再来往了，你做得到吗？能做到，尽量少来往。那为什么就不能不来往呢？没有什么原则问题啊。好，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夫妻之间最重要是信任，
没有信任的话，你们这样下去就有危险。之前他的创伤可能对他影响很大，如果没有那过去那事件的话，或许他不会照样的对待。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要重新好好去审视过去，去做个释放，把它解决掉，否则没有一个男的受得了。嘉宾，你这是病得治，真的你不能这么发展自己下去。治病的人就在对面，可能我比较心软，我真的觉得他还是个不错的男生。唯一有一个我一定要替他问的，你不喜欢你那同学对吗？那你那同学喜欢你吗？他就是有些没人帮忙的时候，他给我打电话。你没有正面回答我。其实男生再木讷的男生，多少都有那么一点感觉的，依赖、喜欢、求助。我感觉好像是有，但我没往那方面发展。他既然有，你还这样去帮助他，你知道吗？他现在掉到水里，特别需要一个救生圈。你当了他这个救生圈之后，你是撒手还是不撒手呢？你打算怎么做？我现在把他疏远。我觉得有一个要特别需要明确的，第一，你媳妇儿吧有自己偏执的性格特征，你需要放在一个台面上来解决这个问题，要不然会出事儿啊。我已经认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。我觉得最可恨的、可气的这男的，咱们都是男的，每次事儿都是那个女同学，你敢说你对她没有一点意思吗？你能去为了这个女同学，然后要去骗自己的女友？那种种行径很可疑啊！你说实话，你跟那个女同学有没有点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你干嘛这么做？你为一个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人，去隐瞒、欺骗、伤害自己这么深爱的人，可能吗？如果你真的不爱他了，你跟他说，你不要做伤害他的事情，因为他已经经不起伤害了。那个他暗恋的人，去暗恋了那么多年，直到那个人死去，他才能从痛苦当中走出来。好不容易他刚起来，又遇到你这样的人，如果不爱，分开。既是对你负责，也是对他负责。我是爱他。如果爱他，用行动来说明好吗？只不过他这段考虑问题有点过于激烈，没有那么严重。你既然做的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儿，干嘛不敞亮的放在明面上？真要是仗义好，那你就两个人一起去帮他，那种情谊是更加无价、更加纯洁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谁最怕被背叛？是背叛者，因为他知道被背叛的滋味。女嘉宾因为自己曾经有过相同的行为，所以害怕到手的东西同样被别人偷掉。但是人不是东西，东西可以放进保险箱，可以森严壁垒，但是人没法关的。你可以控制他的肉体，却控制不了他的心，所以你做的一切都是徒劳。很显然，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婚姻的危机来源于第三者，但其实往往是来源于自身。所以当你知道一切都是徒劳的时候，请终止你的惯性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用处。你未必是一个真正的背叛者，未必有真正的背叛行为，但是几乎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：精神出轨早已昭然若揭。就像曲伟老师所说的，那些所谓解释不通的事儿，至少证明一点，你的心在哪儿。一个人在乎什么东西，他的心就会在哪儿。他可以一大清早6点不到去关爱别人，自己的女朋友深更半夜趴在电脑前为他而发疯，他却一点都不担心。你说说看，你有没有精神出轨？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己心里有鬼，自己的女朋友为自己已经快疯了，为什么还说我只能慢慢疏远？只有一个答案可以解释，就是我根本就不够爱她。毫无疑问，女嘉宾的爱是可怕的。暗恋一个人10年，直到他死亡，我承认你是善良的，远离那个经历，你很有自制力，但是你的这个10年的这个长期的行为确实是可怕的。所以一旦发展到有人到了你手里，你也会像当初那么痴情的来守着他，但是你爱的这个人不能给你同样的爱，同样回报的爱。所以说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啊，人坐在这儿，你根本不知道我的心在哪，那怎么办？好像保卫家园是所有女人最喜欢干的事儿，但是很多人却不得其法。其实一个很朴素的道理搁在那儿，就像那个繁体的爱字，
心在中间，用爱包裹着你的心，也许所有一切可以实现。但如果这个人依然不能被你的爱所交换，真心不能换真心，那他被别人掳去，那也是迟早的事儿。你说的对吗？有道理，有道理是吧？他就是跟那个女的有点什么了，现在回头你让他回吗？不，绝对不。对，还好他没什么，是吧？是，这都不敢回答了。哪个痛快啊？是还是不是？还用回答？嗨，我懂了。行，你懂了吗，女孩？你懂了吗？啊，懂了。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，其实也挺奇怪的哈。你的生命当中有2个男人，一个男人是特别需要你的一个男人，另一个男人天天就看你看得像贼一样的，你会对哪个男人有感觉？前者。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有些事情真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事情，是从一开始就有那个贼心吗？也不一定哦。一开始是被需要，挺英雄的，后来两相比较之后，那就说不好了。所以要检讨的是2个人，真诚面对对方吧。接下来的时间给你们自己，每人30秒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我以前做过的，你不要太往心里去。我还是真心爱你，我以后会好好的待你，会爱你一辈子。其实今天来到这个爱情保卫战，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我也会反省一下自己，我的有些行为是非常让人受不了的，我也知道。所以说，我也深深的检讨自己。只要你就是说和他切断所有联系，然后能就是正视我们的爱情，我愿意陪你走完最后。对不住啊，说起来我们都看到希望了，但是真的坦诚其实是在那2口箱子里。谁知道打开之后，到底是往前走呢，还是一个秘密给点炸了？你们俩交换秘密。谢谢啊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啊！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，看好他们能在一起吗？看好选赞成，不看好请选反对。来，各位请选择。好，现场有62.96%的观众朋友不太看好，我特别想问问他们的一些意见和看法。来，姑娘，我的选择是反对。我觉得这个女生是太爱他，所以才会那么偏执，但是这个男生给不了他想要的。他想要什么？男生给不了。他想要就是那种安全感，但是这个男生因为他的性格吧，所以就给不了。你的选择是什么？我的选择也是反对。这个男生还是不够爱这个女生，然后他还是跟别的女生有暧昧。谁是赞同的？我的原因只有一个，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改过的机会。给个机会哈，谁改？男生。女生不用改啊？女生也需要改，但我感觉首先改的是男生，男生不改的话，女生也没有办法。接下来看看他们带着什么秘密吧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嘿嘿嘿嘿嘿。